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师局，我是袁成。于朦胧事件还没平息，吴亦凡又被推上出事传闻的风口浪尖。两个名字于朦胧、吴亦凡像两发子弹，同一时间打进了娱乐圈最黑暗的角落。这几天全网再次炸锅，有人说吴亦凡在里面状况不妙，还传出拒食多日、身体撑不住的细节。另一边，于朦胧的手机定位、IP 记录被曝整组清空，最关键的轨迹一夜消失。一个是顶流坠落，一个是真相被掩埋，这到底只是巧合，还是有人在操盘？更怪的是，这一轮吴亦凡传闻说的有时间、有地点、有细节，却一直没有看到正面回应。就在舆论炸开的同时，又有人爆料，他在服刑期间被查出3亿级税务问题，甚至疑似被转送朝阳看守所。但问题来了，一个早就被全网除名的人，为什么还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？这个时间点放消息，到底谁在主导？更巧的是，于朦胧这边的进展也几乎同步。博主说，他的手机记录被清除，相关人员的 IP 也消失，甚至连百科页面都在事发当天被人改动，把经纪公司那一栏悄悄拿掉。一个消失的是人，一个消失的是数据，两条线看似无关，动作却惊人的一致。所以有人开始怀疑，这也许不是单纯的巧合，而是一场舆论洗牌，把大家原本关注的焦点转向那些被掌控的话题。那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看清这场从顶流到预流，从意外到阴影的连锁剧本背后究竟在遮什么。吴亦凡的事，很多人以为早就结束了，但这一次传闻再起，让所有人又开始问同一个问题：这个人究竟还关乎什么？事实上，吴亦凡的故事不只是顶流坠落那么简单，他背后牵动的是整个娱乐圈、税务系统，甚至舆论场的多重震动。不过，谈这些之前，我们得先明白，他当年曾经站在多高的位置。很多年轻一点的观众可能对他已经没什么印象了，但是在2014到2021年间，吴亦凡几乎是顶级流量的代名词。顶流这个词差不多就是为他这一批从韩国归来的艺人量身打造的，比如鹿晗、吴亦凡，这些名字代表着那个时代偶像工业的巅峰。吴亦凡原名李嘉恒，10岁移民加拿大，后来在韩国以男团 EXO 队长的身份出道。2014年退团回到中国发展，他回国后的声势可说是一骑绝尘，粉丝狂热，数据惊人，微博互动、专辑销量、话题热度几乎都在刷新娱乐圈的记录。他成为初代顶流的代表人物，拿下 LV、保时捷、宝格丽等多个国际品牌的代言，也出演过多部电影。可以说，在出事之前，他是金字塔尖上的人。但你懂的，爬得越高，摔得就越狠。一切的转折点发生在2021年，一个叫都美竹的女孩站了出来。她一开始在微博上指控吴亦凡有一个专门的微信号，用选 MV 女主角或者工作室签新人当借口，把很多年轻女孩叫去参加酒局灌酒。都美竹说，她自己就经历过。他被吴亦凡的经纪人叫到吴的家里，经纪人威胁他，如果玩得不尽兴，他的演艺生涯就完蛋了。他被灌酒，直到失去意识，醒来的时候，人已经在吴亦凡的床上了。更严重的是，都美竹指控受害者不止他一个，他们手上有8个人的证据，其中甚至还包括未成年人。这件事最出圈的可能就是那个外号了。都美竹建议他改名叫吴谦，因为实际感受就像牙签。这个吴谦的外号瞬间引爆了网络，他把一个高高在上的男神拉进了最不堪的泥潭里。当时都美竹下了最后通牒，给吴亦凡24小时开记者会，手写道歉信，宣布退圈，否则他就算不暴露其他女孩，也能让他身败名裂。这在当时被称为一场决战。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。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，天天刷牙2-3次，
可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，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，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。从早到晚盯屏6到8个小时，感觉干涩、酸胀、畏光、眼压紧绷，您是不是也这样？我劝大家，眼睛越早护理越好，越省心。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，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，贴上去大概3分钟，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。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，贴上去清清凉凉的，可以帮您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，维持泪膜滋润。有86%的人反馈使用后更放松、更滋润。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？如果您是日常保养，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。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，或者是最近用眼很多，可以增加使用频率，白天用2到4片，分时短贴，晚上6片，连贴6到8个小时，睡一觉。这个眼贴在工作、睡觉时都可以用。我的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，一开始会流泪，试用后就可以了。用完撕下来，不扯皮也不花妆，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，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。需要的朋友就点击下面的链接，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10局，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。面对这么严重的指控，吴亦凡和他的工作室是怎么回应的？坚决否认。吴亦凡本人发了一条微博，说他只在朋友聚会上见过都美竹1次，没有灌酒，没有收手机。他还发了毒誓，说如果有这类行为，请大家放心，我会自己进监狱。事情最戏剧性的一幕来了，吴亦凡的妈妈吴语认为他儿子被敲诈了，于是他报警了。这一报警还真的抓到人了，但抓到的人让所有吃瓜群众都傻眼了。警方通报，抓到了一个姓刘的23岁男子，这个人是个骗中骗大师。他是怎么操作的？他先冒充是受害女性，联系了都美竹，骗取了她的信任和一些交往信息，然后他用这些信息冒充都美竹本人去联系吴亦凡的律师，说要和解，要300万。同时他又冒充吴亦凡的律师去联系都美竹，说要给他300万和解金。最后吴亦凡的妈妈真的信了，给都美竹的账户转了50万。这个姓刘的骗子又用各种借口让都美竹把其中18万转给了他。这个通报一出来，当时的舆论瞬间反转，很多人都觉得原来是都美竹伙同骗子在敲诈。讲到这里，我想问问大家，当时这个骗中骗的新闻出来时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有没有觉得都美竹是个骗子？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。但大家忽略了警方通报里最关键的2句话。在那个骗中骗的通报结尾，警方说：第一，他们查明吴亦凡的经纪人确实以选 MV 女主角为由，约了都美竹到吴家聚会，都美竹酒后留宿，2人发生了关系。第二，针对网民举报的吴某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关系，警方仍在调查中。这说明虽然有骗子搅局，但都美竹的核心指控警方在继续查。这之后吴亦凡的好日子就到头了，因多次犯事被判囚刑13年，并附加驱逐出境。吴亦凡不服上诉，2013年11月24号2审宣判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这意味着他必须在中国服完13年刑期，直到2034年之后被遣返回加拿大。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并没有。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同时，税务局也没闲着。官方通报，吴亦凡在2019年到2020年间，通过各种手段，比如虚构业务、隐藏个人收入等等，偷逃税款9500万人民币，还少缴了8400万元。最后的处罚是追交税款，加上4倍和5倍的罚款。这整个故事最魔幻的地方在于，直到2审判决后，依然有人在反转。一个叫徐某的男人，当初是都美竹决战檄文的写手，他突然发文说很多细节都是他捏造的。他说，
比如8个未成年受害无签的床事细节，都是他应都美竹的要求编的，还为此向吴亦凡的妈妈道歉。另外，一个叫李恩的闺蜜也跳出来说，都美竹就是为了敲诈800万没成功，怕自己被告，才捏造了自己被侵犯的事件。2审宣判后，吴亦凡的妈妈吴宇首次公开发文，她说，包括都美竹在内的3个受害人当时都没有醉酒，都是自愿的，甚至还有人跟吴亦凡谈了2个月恋爱。她还控诉警方逼供，说一个女孩觉得是成年人之间的你情我愿，觉得没有被伤害，但被警方审了5次，每次10几个小时，警方对她拍桌子、辱骂、怒吼，最后她被迫哭着改口。吴宇表示会继续为儿子申诉。所以你看，这件事到底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都美竹的写手和闺蜜说她撒谎了，吴亦凡的妈妈说她儿子无辜。对于吴亦凡现在在监狱里到底怎么样了，我们现在有几个不同版本的故事。版本1，绝食身亡版，这就是我们开头说的拒绝进食，身体衰弱而亡。版本2，低调劳改版，有爆料说他在牢里过得非常低调，主要就是劳动、看书、规律作息。因为案情敏感，他的所有通信、探视都受到严格管控。版本3，灭口版，最近网上在流传一份名单，这牵扯到另外一位已故的男星乔任梁。网上传言说，乔任梁当年不是轻生，而是被害离世的。在这份现场名单里，竟然出现了吴亦凡的名字。于是有传闻说，吴亦凡是不是因为知道太多内幕，先被陷害入狱，现在又面临被灭口？吴亦凡生死成谜，但他的人生确实已经结束了。中共官媒对他口诛笔伐，他本人及其工作室的社交平台账号全部被封禁，他所有的作品、音乐、综艺、电影全网下架，所有合作品牌全部解约。他成了第一个，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因为刑事案件在中国被判刑入狱的顶流明星。因为吴亦凡1审宣判发生在引发白纸运动的乌鲁木齐火灾的第2天，部分网民和媒体质疑中共当局利用吴亦凡事件，以达到转移国内人民注意、引导舆情的目的。吴亦凡的传闻发酵之际，于朦胧案也爆出了几个新的疑点。首先，最新的焦点在他的手机上。我们都知道，手机记录着一个人的最后轨迹。有博主透露，他们的团队在10月23号试着用于朦胧的微博手机号去定位，结果他们真的查到了一个地址，再顺着地址追查，发现了一名女子。这名女子和于朦胧生前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有关。更关键的来了，当团队试图追溯他从8月到事发9月11号的定位记录时，得到的结果是已在数据库中被删除。不止如此，博主还爆料，他们查了其他几位疑犯的 IP 记录，结果也一样，都被删得干干净净。这就让网友们的质疑达到了顶点：为什么他的手机没有交还给家属？为什么要去删除他的过往 IP 记录？为什么连带其他嫌疑人的记录也一起消失？面对这些，博主直接质问警方：你们还不承认这是一桩刑事案件吗？如果说删除 IP 是毁灭证据，那接下来这个操作简直就是此地无银300两。有位叫邹毅的热心观众爆料，他用了网页时光机去追踪于朦胧的百度百科资料，他发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修改。在9月11号早上8点42分，于朦胧的百度资料上，经纪公司仍然是上海天娱有限传媒公司，但是到了当天下午1点48分，这条信息被人修改了，经纪公司那一栏被直接拿掉，还多加了一句话，说天娱传媒工作人员回复表示，与于朦胧已合约到期多年，不太了解其近况。邹毅还质疑，如果真的合约到期多年，那为什么他身边的经纪人一直是杜强，而杜强是天娱派给他的？这种急于切割的动作，很难不让人怀疑天娱和百度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勾结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
你觉得是删除手机 IP 更可疑，还是百度百科的修改更可疑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。一位叫美碧云的通灵师透露，于朦胧的前世是一名天道的天兵天将，因为带有杀业受罚，才被降入人间。他强调，天道下来的灵魂都非常干净，容不得污秽，所以混乱复杂的娱乐圈其实根本不适合他。他今生的遭遇更像是一场宿命和结束。而更爆料的是，他点名了事件中的一位男导演，这里指的就是事发当天发文好吃2字引发众怒的导演程青松。这位通灵师说，该导演的前世来自畜生道，前3世是牛，再往前推是阿修罗道，在和天道争斗时被于朦胧所杀，因此两人今生才会再度交汇，形成致命的交叉点。至于为什么牛的前世今生能当导演，福报看似很高，通灵师解释，因为牛是奉献型生命，累积了福报，但畜生道转生为人，憎恨心仍然很重，觉悟不高，一有钱就容易膨胀，被欲望控制。这个前世因果的说法一出来，网友们彻底炸了。很多人说，难怪他干干净净，像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也有人说，他第一次投胎做人才会那么善良，不知道人世间的险恶。当然，也有人对导演冷嘲热讽，哈哈，导演前世是牛，看来导演又要打回畜生道了。网民的反应显示出他们对于朦胧的深切痛惜。大家为什么这么意难平？因为他真的太好了。有工作人员分享了和于朦胧聚餐时的情景，他会本能地照顾周围的人，他会说，不要让女生坐在上菜口，万一烫到呢？你坐过去。不要给女生酒，去拿几个饮料。你减肥吗？你这么瘦，减什么肥？那我给你们买奶茶。他用一生在践行温柔，对谁都带着体谅。然而，许多人难过的是，他这份纯粹和善良却被坏人利用，编织了致命的陷阱。目前，中共警方仍然维持排除刑事案件嫌疑的结论，甚至逮捕了3名发布遭设局侵害等信息的网友，说他们编造谣言。但在另一边，已有超过65万名网友参与为于朦胧讨公道的联署，呼吁进行全面、独立、透明的调查。在真相未明之前，无论是来自现实的 IP 删除，还是来自前世的因果叙说，粉丝们只是在等一个能理解这场悲剧的理由。而他这个带着仙气的人的突然离去，依旧是无数人心中的痛。这件事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看清，在中共治下，演艺圈的潜规则和权贵的黑幕有多深。大家也看清了中共是如何封锁消息、压制真相的。好的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对于这些新的疑点和灵界传闻，您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